好，这个影片在正式进入怎么写 Web API 之前，我们还是要有一些事先必须了解的知识。因为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直接就开始写 Web API 基本上会有一点混乱，因为有一些必备的知识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这边会先讲一些可能必备相关的知识。那这边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 RESTful API。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进去看一下这边会讲这个基本观念跟 Postman 的基本操作。那 RESTful 它是一种撰写风格的一个设计规范。那用这样风格写出来的 API 就叫 RESTful API。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今天有个资料库，然后里面存着一些新闻列表、新闻的内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读取的新闻列表，或者是取得一则新闻的内容，或者新增、更新、删除这一则新闻。那这5种功能一定有对应的5个网址。那如果我们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来写这个新闻的这一个 API， 可能它的网址会长这样子。那这边有个方法是说 HTTP 在做一个 request 要求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几种方法去做要求。那通常我们可能在传统的情况下就只会用 get 或者是 post 方法。那这边网址可能就很五花八门，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得所有的新闻列表，我的网址可能是 API news， 然后是一个 get all list 的这一个英文。那如果我们取得某一则新闻的话，我可能会是 get item， 然后是这一则新闻的这一个流水号1这样子。那以下可能新增更新、删除都各有各的网址。那这个是某一个人写的。那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写，他取得所有新闻，可能他就取个 get list 就结束了。那取得某一笔，他可能会 get one 就是这样子来说，其实就是示范说，可能每一个人他有自己心中一个想要的这个网址的描述，那就是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那所以说今天为了让每个人写出来大致上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依照一个 RESTful 的这一个设计规范来去写我们的这个 API。那这个的风格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它的风格是长得怎样。那这边一样是这5个功能。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这边的方法就很多变了，总共有4种方法。第一种就是 get， 那第二种就是 post。那 get 就是取得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用 get， 那新增的时候我们会用的是 post 方法。那这边更新就不一样更新我们就会用 put 方法，那删除我们就会用 delete 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再来看到网址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所有列表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就是用 API 然后 news 后面就什么都不加，这个是一个 RESTful 的这一个 API 的风格。那取得一则新闻我们就很简单，在原有取得列表的基础上再一个斜线，然后后面是新闻的这一个主 key 流水号。那新增新闻的时候，它的网址就会长得跟取得所有新闻列表的网址是一样的，但是方法是用 post 用 post。那更新一则新闻的时候会长得跟取得某一则新闻的网址是一样的，但是用的方法会是用 put。那 delete 也是跟上面的这2个取得跟更新的网址是一样的，但是方法是用 delete。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基础大略的 RESTful API 的风格的一个写法。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写法去写呢？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写作起来，写这个 API 写起来大家的风格都一致，而且利用这个方法，不同的方法网址都可以维持在很简洁的情况下，不会像这样子各有各的取名。我们就用一个很简洁的网址，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去说我现在是要做什么样的功能这样子。那这样子因为大家都遵守同一个规范，所以
我接手别人的这个 Web API 的专案，我就可以很快的就进入状况。就是说什么样的进入状况呢？就是说我们看到 post 就知道这一支 API 是在做新增的，然后我们可能瞄一下网址就知道，我们这个是在做新闻的新增的这个 Web API 的这个网址。所以就是说，我们光看网址跟它使用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一支 API 是在做什么的。那遵照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大概就是这样的作用。简单来说，其实 RESTful API 并没有什么特殊神奇的功能它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它仅仅就是一个写作风格，然后大家来依照这个写作风格去写这个 Web API，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说别人接手会觉得很好进入，那你半年1年后你可能想法改变，但是你的规范都还是遵照这个规范，你回头再来看你程式，你也可能很快的就可以进入这个状况。好，那以下是一个大略简单的说明，其实刚刚都有讲了，就是我们用 get 方法的时候就是取得资料， post 就是新增， put 就是更新， delete 就是删除。那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定义，那其实我们实际真正实务在写的话，其实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所以适度的出现这个例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说有时候一个功能一个的这个API 的功能，它可能甚至就包含新增、删除、修改，就是你这个动作做下去就是做这么多事情，那你说一定要定义它是哪个方法，其实这时候就很难。所以说你也不用怕自己风格用的不精准，其实这很自由行政，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离谱就行。什么意思？不要太离谱？你这个功能明明是在删除资料，然后你居然用了一个 post 的方法，就是这么离谱。但是如果是很模糊的，我觉得就是你依照你自己心中一个规范，或者是你们同公司同一个团队有个共识就可以了，并不用说真的很去计较说到底真的方便研究研究老半天这个规范到底你这个功能到底要用什么，我觉得不用到这么辛苦，我们大略的去规范。粗略的去规范一些风格就好。那真的很模糊的时候，我也觉得不用太钻牛角尖，就找一个自己合理的解释，或者是你们团队共同觉得 OK 的方式去写就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写 API 嘛。那我们上一个影片其实有说过，用浏览器其实没有办法去好好测试我们写的 API， 所以这边会下载一套软体 Postman 去做我们之后课程测试 API 用的一个软体。那我可以按这边下载。那这边就会跳载到它的下载页面，那你也可以在 Google 搜寻 Postman 也找得到这个网址。那我们就去来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好，那我们下载完了，我们就直接给它执行起来。那它好像也不会特别叫你选择安装在哪个资料夹，基本上它就进来了。那因为这个我之前有安装过，其实我有把它删掉，但是我没有删暂存档，所以它又记住我刚刚删掉之前的状态，而且账号也已经登录了。那账号这边登录账号有什么用处呢？其实它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很多台电脑去下载这个 Postman， 可能你责任心很强，又带回家弄，那你在公司弄完之后回家弄，那一定家里基本上是不会有你公司测试的那些网址。那如果你有登录账号，就可以在这个历史讯息或者是上面就会留着你在公司做完的一些测试网址跟参数都留着。那登录账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好，那这样就是这是 Postman 的画面。那我们下面我们再往下面看，我有这边有做了一个范例档，让大家来操作一下这个 Postman 的这个功能，简单基本的操作这下载这个不是可疑的档案Google 在那边乱讲我这边打开都可以看到里面长什么样子。好，那下载回来之后，你就做一个解压缩。那解压缩完之后，你就开启我这个专案档，点2下就会开启这个 Studio。那开启之后，我里面就有写好一些今天要来用 Postman 做测试的这一个
Web API 新增、修改、读取删除5支API。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按启动不侦错就可以来进行测试了。那这边一开始打开就是我们取得我这个 Hello 专案所有内容的这个 Web API 网址。那这边的话，浏览器是可以用 Get 的。那我们这边就用 Postman 来做读取的动作看看。好，这边你就按这个加，然后贴上这个网址，然后我们按这个送出。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读取结果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照我们 REST 风格的写作方式。那之后我们的教学也会大致上遵照这一个RESTful 的这一个 API 的这个写作风格去做教学。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取得一个 ID， 如果你还没忘记刚刚讲的，我们这边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写上你的 ID 编号，然后就会取得一笔资料。那这个是取得一笔资料的一个用法。那如果你要新增一个资料，那这边就会用 post， 然后如果还记得的话，网址会是跟取得所有列表一样，然后是用 post。那 post 你要新增资料，当然是要丢一些值给伺服器嘛，伺服器就照你所说的去做新增。那在 postman 这边要怎么操作呢？我们就选到 body， 然后选这个 raw 贴上。那这边会选这个 JSON， 那因为我这是接收字串，所以我把它用这个叫引号把它框起来，然后按送出。我这边就回了一个讯息，我这边不是真的新增我只是回了讯息，回了说我新增了一个Hello World 4，那我这边再把它改成5，下面回复的就会是5，代表说我真的是有接收到这个值。好，那这个是新增。那如果我今天要修改编号4的这一个值，我这边就是还记得的话，我就是要打上你的流水号，然后这边改成 put， 那这边一样，你要丢一个你要更新什么值给他嘛，那我们一样在做送出，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改用了 put 方法，然后是丢 Hello World 5，然后 ID 是4，那我这边改成5的话，我这边就会接收到5，那这是一个RESTful 的这个 API 的风格。好，那最后再来示范的就是我要删除这个第4笔。这边就改成4，然后我们就改成 delete。然后因为其实删除我们不用特别传资料给伺服器，所以这边其实它会忽略不理啊。那我们这边改成 none 好了不丢任何资料。那送出之后就可以看到我删除了4当然这里我这边没有真的删除，我这边只是做个简单的回应可以稍微瞄一下我的专案。我这边只是说我接收到4，我就 return 一个我删除4而已，并没有真的做删除。那这边只是简单的示范一下get post put delete， 然后明明是相同的网址下，但是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功能选择这样子。好，那这边就是先简单的示范一下 Postman 的基本使用方式。那未来我们会教很多 API 的写法，那怎么使用 Postman 也是会有很多种的一个方式。那到时候写到哪里，我们就教 Postman 教怎么做就做到哪里。所以这边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 Postman 大概是这样运作。那我们先把它下载好，那之后我们就会碰到什么，我们就会再继续教什么。好，那今天的这一个RESTful 的这个 API 基本观念跟 Postman 的基本操作的影片就先简单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